各位朋友，郑丽文呢这两天在美国访问，很多的网友呢跟我最开始的看法是一样的，不看好郑丽文的这次美国之行。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郑丽文如果是不能见到美国的高层官员呢，有人说那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那高层官员不敢见啊。问题是郑丽文他不是不一样吗？对呀，如果能见到这个，比如说国务卿助理啊，或者是国务卿啊，甚至说大陆方面给他搭个线儿，能见到川普啊。如果他真能见到川普，那就证明大陆确实把他当作是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人选。可是呢，大陆没有帮这个忙所以说郑丽文在美国见的人的层次果然不如卢秀燕。那民进党还不得使劲给他下绊子呀，对吧？那美国的这些所谓的友台派，那不都是台湾的民脂民膏养的老洋狗吗？这些人怎么可能要见郑丽文呢？所以说郑丽文他自己是挺勤劳的郑丽文到达了华盛顿，6月10号和11号不断的奔波于美国的国会山。他确实也见到了9位美国议员那有人说他见到了9位美国议员了，可是呢这个议员的层级呢都不如卢秀燕高，甚至是什么国安会的负责人包括 AIT 总部郑丽文都没能去成。郑丽文6月11号晚间在华盛顿侨界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演讲的时候，他说起了这个密集的行程，短短2天的时间有很多其他行程。我们在国会山拜见了9位国会议员，包括财政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很多资深议员参议院、众议院真的很大，还有地下通道。我们的团员忽然发现主席的腿真的很长，走路真的很快郑丽文说他的腿比较长他确实是腿比较长。郑丽文说呢，果然有国会议员见到我的时候亲口告诉我说，有人不断的来游说，说千万不可以见郑丽文，不止一个国会议员这样告诉我，所以他们把我当作洪水猛兽一样。有这么恐怖吗？丽文也不过就是身高高一点而已嘛。6月11号上午这个郑丽文在国会山乘坐地下小火车，在长长的走廊里边楼上楼下的奔波见到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沙利文、众议员培根、众议员这个与沙利文和众议员金的会谈都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沙利文讲了50分钟。离开沙利文的办公室，郑丽文满面笑容那个有人说沙利文不是上一届的那个，不是这一届的也叫沙利文知情者说呢，沙利文拿出他写的考验意志为什么台湾重要，坚持那本书坚持他是国会山上最关心支持台湾的参议员，不论台湾的哪个党派沙利文这个问郑丽文4月份访问大陆的情况，以及郑丽文对于两岸关系的想法，他们自然也十分关注军购的议题。郑丽文说呢，国民党支持对美国的军购，但反对空白授权，主要是对民进党不信任担心他们贪污郑丽文离开国会山的时候说，他们对美国国会的访问还是非常顺利的，时间有限，感谢军委会、外委会的重量级议员跟他见面好吧，这个民进党当局那是肯定是加倍的抹黑呗。不过也确实规格不如卢秀燕，我的担心成真了。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行，约定拜会美国国安会官员，却传出吃了闭门羹，且没被告知原因就临时取消。据称是因这趟行程中的发言以及对军购的态度踩到美国红线，但他第一时间却怪民进党阻挠。绿营反问：难道执政党等左右川普政府官员会见的对象？此事更反映美方对国民党态度。学者叶耀元更大酸：国民党是巨婴吗？态度不正确、无能还牵拖，搞不懂这种说法怎么还有人要信？不过郑丽文这趟惊人言论还没完，11号晚间出席侨胞晚宴，致辞时先是指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军不会跨越9500英里介入两岸战争，随即又话锋一转，高喊国民党重返执政能让两岸关系正常化，不让美国军人子弟无端牺牲性命才是盟友真正该做的事。到底是以美论讲美军不会来，还是不会让美军来？前后逻辑冲突的论述引发热议。然后又在北京讲说两岸事情了，两岸中国人自己商量着办就好了，不需要外国来插手。这个已经国民党高层好几年在讲了，这话谁讲过？中共讲的呀。那更纳闷一点就是喝到无人机送来真奶，他说啊，原来这个无人机是送真奶的，不是送飞弹的。那天天过台湾海峡过来威胁我们的那些在送真奶吗？所以听到你们讲这话，大家觉得说你不是健忘就是无知，要么就是你根本靠过去了。盘点郑丽文访美惊人语录，先是称希望看到美中和解，接着又称习近平对台有善意可信任，还说第一岛链应成为和平繁荣之恋。不仅叙事与中共口径一致，期间更频频与统战人士会面，都一再引发外界轻攻质疑，更被福斯新闻主播巴蒂罗姆形容是北京的人。相信国际媒体人只要有一定程度上媒体人绝对记得，就是蓝白营怎么在台湾立法院里面联手挡军购挡了不下10次之多，而这个是我们台湾最关键需要的东西。所以他讲完之后，国际上没有人批评他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对国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讯。你如果真的给了大家这种印象的话，你觉得年底跟2年之后你怎么选举嘛？台海两岸的主战场嘛，真的在立法院，我真的是这样感觉。他还晓得真的在战场上打的话，第一他没有那么大把握，这个东西因为瞬息万变。第二呢，中共绝对不能排除你打台湾的时候，美国跟日本会插手，他绝对不敢排除这个事情。一旦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更没有把握了。所以对他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台湾内部攻破。学者直言，中共企图借统战统一，除了渗透立院成为传声筒，同时轻则削弱台湾防卫力量，重则制定对他有利的法律。事实上，近期许多备受争议的法案，除了离岛建设条例进赴2读，更试图放宽中国人士参政权。讽刺。哎呀，这个明居正这个老轮子、老棺材板子，所以说郑丽文呢对此呢就非常的生气，在那个侨胞宴上把这个绿营给大骂了一顿。你看这帮绿营他自己都睁着眼说瞎话。你说阻挠那些美国的那些被台湾的民脂民膏养着的老洋狗见郑丽文的不是你们吗？那些人拿的是国民党的钱吗？对此呢，中国的这个复旦大学的沈毅教授也很无奈。说这个郑丽文就是一个笼中的金丝雀呀，没有郑丽文那就没有和平的希望。如果台湾岛内没有郑丽文，没有所谓的郑丽文的这种路线，只有赖清德的或者是蔡英文的，就意味着什么？和平是没有希望的。但我们还是要统一，统一已经是一个前提，是没有必要去讨论的，不存在会不会统一，就是我们是一定要实现的。只是以和平的方式，或者是以非和平的方式。那么从大陆的角度来说，大家很多人会问，你凭什么去判断说和平还有希望？对，那和平还有希望，就是我们看到了郑丽文路线的存在。然后呢，后面还有一句，就是这样的人越多，我们认为和平的希望就越大。如果只有一个郑丽文，甚至到后来他这套东西在台湾岛内是被排斥的，那就是选择了冲突跟对抗，就是你岛内就选择了嘛。就我们是把它在一定程度上当成是某种风向标，或者是一个金丝雀来，就是矿井里的金丝雀来作为
指标，它有指标性的意义。就是说，他的这样的主张，他的这样的政治的这些观点，在台湾岛内有人支持他，并且支持他的人变得越来越多，那这是一种判断。如果没人支持他，或者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那就是另外一个事儿。沈毅教授一语中的，其实大陆现在对郑丽文的善意，就是把郑丽文看作是台湾这座煤矿中的一只金丝雀，连这只金丝雀都让瓦斯给熏死了的话，那这个就没有别的路了，对吗？点个订阅吧，那咱们下集再聊。